你就往前翻翻，你看看啊，我们每年的这个利润不在100多万呀？是。这个账，之前你给他们看过吗？哪敢呀？那上回来的也不知道什么人，我这要拿出来，还不得给我们撕烂了？现在这个打油的人还这么多。那是因为我们的油好。我们油纯。吕书记啊，左邻右舍你去打听打听，我们也不贪心，对吧？多了我们也不要，按照标准补偿是政策，我们就要求按照实际利润的补偿标准。对。这原料是哪儿进的？从农户家收的。利润太稳定了，花生每年的进价都没有波动。这个去年旱，大前年涝，对，花生这个价格呢起落还挺大的。但你们这个油价很稳定啊，怎么不好意思给街坊四邻涨价钱？还是你们这个原材料有什么替代品？那胡麻油，还是菜籽油？咱光明县好像没有玉米油吧？没有。难怪利润这么高啊！老范，找时间你也教教我，等退休了我也开个油坊。我公公婆婆在这忙活了一辈子了，这县城里哪家哪户啊没吃过我们家油？谁家锅里没放我们家油？反正账本都在这儿放着呢，对吧？我们也没贪心，多了也没要啊。这县长书记也不能欺负人，是不是啊？行，这个道理呢，我都说了，哎。你们的诉求呢，我们也都清楚了。这个账，你们拿回去再捋一捋，好吧？你们心里的账呢，肯定比我们清楚。今天就这样啊。满意了？你不说话呀？这边啊，看起来都是妇女当家。这样啊，让艾书记组织一些女干部来吧。哎，这个主意好，书记，是不是让税务部门核对一下他的缴税情哎，好，那我问一下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县长，刚才打电话的这个郑三啊，是咱们县里的一个企业家，咱这一片的这个拆迁还有这个商业计划都是他来做的，他有一些跟政府对接的工作，想给您当面汇报一下。我知道他，马市长提过。哦，咱县里的支柱企业是他的吧？对，东亚新能源集团水手大户。可以啊，回头找个时间。他现在正好在咱们大院里，他想看您时间方便不方便？既然都这么正好了，还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啊，那行，那我告诉他。进。县长，郑总来了。哦，县长您好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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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东亚新集团郑贵平，你好，来坐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我刚到就收到一份大礼，雪中送炭，谢谢你了。哇，哪有那个本事啊？那都是顺水推舟、沾光的事啊。你说是投资，那其实就是投人。哎，这个太钢集团，他知道梅县长以前的口碑，都是抢着要来，推都推不掉的。媒婆，我刚才看了，框架没什么问题。新娘子什么时候嫁过来？哎，进门之前啊，我给杨总去了一个电话，这个协议咱随时都可以签，就看县长您是想这个月底还是下个月初，对方听咱们的。你跟杨总关系不错是吧？反正业务往来10几20年了，你不是朋友也成朋友了。啊，我跟您汇报一下啊，杨总高中3年啊，就是在九原县读的，九原一中，跟您是校友。哦，是吗？嗯，他是哪一届啊？他是72年生人，比您大2届。哎，高3对高1，您可能不记得他了，但是他对您的印象特别深刻。他怎么就能记得我呢？您每天晨跑啊，风雨无阻的，这全校都出了名的。那倒是，我现在还晨跑。这样，
等到正式签约的时候，你把杨总请过来，我跟他好好叙叙旧。好，我组织。哎，正好我还知道一家饭馆啊，厨子就是从九原县来的。好，到时候你安排。好，县长，方便的话能加您个微信吗？哎，你给我去买双运动鞋，跑步的。42，哎不，43吧。哎呀，你42、43都来一双。哎，好。跟网哥说一下拆迁的进度，捡重要的说。肖胜利，今天原定计划呢是签署15户，实际完成是5户。当然今天也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啊，好在呢这些问题暂时也都解决了。除了老邱和老樊，也就是开那个油铺的啊，除了他们2个人现在没有把握。剩下的其他就是明天再努力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昨天晚上咱们开会，也说是今天解决，没把握。那这个没把握，是不是明天晚上咱们继续开会讨论呀？来，谁接着说？我说吧。我这边呢已经完成了6户，按计划呢还差了一点。我发现现在不管是县城还是村镇，有一些地方说话管用的，已经不是村两委，是德高望重的老人。有些个老人拿个小马扎，到门口一坐，每一寸土地都跟政府要钱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这个抱怨的话呀，就不要说了啊。群众为什么不配合？归根到底，还是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的为群众着想。要从自身查原因。书记，我说2句。哎，好，艾书记说。青山书记给了一个好点子啊。大家看，今天我们把妇联、还有团县委，还有一些单位的女同志都请过来一起开这个会，因为书记发现啊，这个拆迁户里面有不少都是妇女当家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女干不上，反正剩下的都是硬骨头，一共也就这么几根，但都得啃下来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隔壁九原县，一碗水端平，一鼓作气，5%的硬骨头，我们用95%的精力把它啃下来，那剩下的就一马平川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啊，这个群众问题不是那么复杂，有很多人家他们不怕吃亏，但是他们怕邻居占便宜，就这个心态，所以他们要拖着，要等等看，这么拖来拖去，这稀里糊涂就成了钉子户。雷县长，你也说说。我之前参与过一次拆迁工作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经验。我们现在进入了攻坚阶段，对剩下的拆迁户要进行具体分析，人员的构成、家庭成员的年龄、性格、家里谁做主，在外还有没有亲戚。不想搬迁的真实原因是什么？涉及群众利益的事，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。群众在干部的心里面有多重，干部在群众的心里面就有多重。刚才艾书记说的很有道理啊。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在观望，所以搞清楚了诉求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梅县长呢，给了很好的建议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我们每一个县领导都要下沉，挨家挨户去做工作。现在这个进度还是慢，要快。多数人还是支持拆迁的。之前住着那种漏风漏雨的房子，现在换个新房子住。绝大多数还是愿意去。那个漫天要价的是极少数的个别人，但咱们工作不能慢，一步慢，步步慢，
时间拖得越久，矛盾就越来越多。我说几句啊，关起门来的话。现阶段，县财政问题非常非常大，大的我晚上做梦都在想办法。现在啊，咱们这个财政收入排名一直靠后，捉襟见肘。县里边关停的厂子没有整改好，不能开门，但是老百姓要吃饭呀，在县里买房的还要还贷。税收问题、数据问题、环保问题，都是要命。总之一句话，拆迁大事迫在眉睫，这件事情搞成了，整盘棋都活了，大事小事都能顺利推进。可以这么说啊，棚户区改造成功就是一把钥匙，很多财政问题的锁都能开。我再强调一点，继续细分网格责任，4套班子，1家1户，领任务，立军令状，我带头，好吧？那今天就这样，啊。哎，现在咱们县财政问题这么严重，改定时间了，绩效能发就不错了。小麻烦头大麻烦，现在成老麻烦了。自从家属去的事儿一出之后，全省都赶着他们往前。哎，我看那个艾书记说话挺厉害的。哼，他呀得理不饶人，逮着一个问题能把人骂死。大院里的野猫都躲着他走，我是天天烧香，千万别给他当联络员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们县委办前后后给他换了6个联络员，最多干2个月，不满意了挑刺儿，那怎么办？接着换吧。我看今天的事说的挺重要的，我们开会的人也不多。哼，人数不重要，关键是内容，懂了吗？不太懂。小乔，天天开会开这点儿，我还没吃晚饭呢。走，去木记吃碗宵夜去。再不回家，我老婆连夜都要改嫁了。改天了，啊，马上到家，马上到家。说得对，我也回家。
月底能完工吗？乔市长，您放心，肯定的。这工期虽然紧了，安全生产还是要注意，每个工人背后都是一大家子呢啊！好好好，乔市长放心。去宿舍看看。 上次是真没注意，就过期了3天，已经都换过了。行。哎，大娃，来你把牛肉给大家分一下。乔市长自己都没吃饭呢，这是专门绕路给你们带的牛肉啊！谢谢乔市长。谢谢。多吃点啊，小袁，每次都抢不到。以前没有见过你们，刚来的。你成年了吗？乔市长，你猜他多大了？满18了吗？最多也就18吧。20。他撒谎，他只有15。我没一句实话。再洗就快脱皮了。乔市长，哎，给你吃的。哎呦，谢谢。倒点素茶。我听他们说，你要走啊？是。为什么呀？回家吗？家人不让我走太远，工地下个月也要搬走了，阿妈想让我回去。是不是让你结婚嫁人啊？嗯。怎么了？你不愿意啊？工地要搬走了，我也要走了，你也快走了。我还没有那么快走。以后到了市里，你还可以来看我呀。那就算我搬走了，也欢迎你到我们家去玩。以后带着你的孩子。哟，怎么还哭了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哭出来了。来，擦擦眼泪，擦擦眼泪。哎呦！我弟弟腿摔坏的事情，你每次来都会问，还会管那些医保的事情，可是我什么也不会做。我就想给你多做几次吃的，想多见见你。从我刚来这儿，刚到工地，我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你。你看我来了多少次，就喝了你煮的多少次酥油茶，吃了你洗的多少次果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把你当妹妹也好，当朋友也行。这条路早晚一天会修好。像我这样的人呢，也不可能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地方。但是我们说好了啊，今后不管我在哪儿，也不管你在哪儿，我们永远都是朋友。嗯。喂。喂，县长，有房子塌了，人被砸进去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
人伤的不重吧？不严重，皮外伤。刚才吕书记来过了，我让他回去休息。你扶好你爸，轻点，轻点。怎么样？有必要去医院吗？还在检查，现在问题不大。现场在里边呢。慢点，慢点啊！船上钢丝，膨胀螺丝一打，一拽就倒。喏，好在人伤的不重。不过，我觉得也挺好，省着我们派人来拆了。就是想多扩点面积，多要点钱。是。我看看，上哪了？流血了。老邱啊！你看，老邱啊！你呀，你就是不听我的，啊？麻烦了吧？你这么搞有用吗？我们要跟政府讲道理。你这个自建房，一没资质，二没手续，违法的。你说什么，它都是违法的。来，让下。这样越搞越乱，我们有理都变成没理了。县长，我来了，没事吧？呀，新来的领导吧，这么晚把他叫来，职位不低啊。这是咱们县里新来的梅县长。哎，不对，按照程序，提名光明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应该叫戴县长，称呼准确的讲应该叫梅副书记。正式任免也没有经过法律程序通过，你不好随便宣布的。确实，还是老同志一丝不苟。啊，县长，咱要不要去那边看看？我觉得那边电线啊，他那个线路上有隐患。哎，他一个榨油的，懂什么隐患呢？这分明是你们应急管理部门检查工作不仔细造成的隐患。老同志，您知道应急管理部门具体管什么事儿吗？梅副书记的口才比你的上一任强啊，但是你为老百姓办事的能力怎么样？我还得看一看。确实要学习，有机会向您请教。哎，邱书记，检查过了，怎么样？皮外伤，就是脚肿了，就是肿，其他没事，歇2天就行。哎呦，谁说没事啊？万一骨头断了怎么办？你又没有带那个拍片子的机器啊！邱书记，要不带他去拍个片？你要是不怕失回头买些慰问去一趟。好，明天我就办。去医院，要去的。哎呀，赶紧起来啊！我起得来吗？走啊！我这是脚断了。来，你扶你爸。腿都断了啊！衣服拿你给我了，你不用去了。我，那个慢点啊！你扶好你爸。哎呦，这个梅副书记，只要你不像你的前任蒋新民一样被撤被免，以后咱们2个打交道的机会有的是。回见。哎，走了，回家睡觉。哪老邱？这老邱就这么个人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县长。书记，慢点。出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挺严重的。看一个什么严重的？自己不睡觉也算了，我跟县委都陪着你起夜，我急的我连自己降压药都没带。你别埋怨了，上学那会儿天天让我骑着自行车捎着你上学，我说什么了？行，说什么呢？干嘛？我今天就要给你报恩呐！你这个老婆也真是的，皮外伤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这话说的轻巧，你慢点。不瞒你说，最怕半夜听到电话铃响，头皮都发麻。铃声一响，准是出了大事。咱们光明县呀，再也经不起任何一件负面新闻了。拆迁在哪儿都难，现在看还算顺利，已经不容易了。也不能怪老百姓，早要求他们往远处看，凭什么？换了我也先看看眼前的东西。拆迁钉子户没法避免，关键是引导。
那个老邱挺神的哈。县里边的资深上访户，随时口袋里边搁个录音笔。县里边4套班子他全熟。历届的县领导呢，也都认识他。我听说都叫他民间纪检委。当年老房子塌了，给他换了个新的，不满意，一直闹到现在，光去北京上访就去了10几次。哎，前2天啊，不知道从哪儿，他还搞了一个省纪委书记的手机号码。真的假的？都不敢问。我就托了个熟人，省里边一个省委的副秘书长，打听了一下，还真是这个书记的手机，说出去都没人相信，跟开玩笑似的。啊，那乔胜利跟他沟通一定不顺利吧？顺利了，反而不正常。到了。带你尝尝光明县的老字号。这家店呀，比咱俩岁数都要大。啊，早饭不回去吃了。我知道，我自己搞啊。我知道啊。不是我的意思讲什么呢？就是说你男孩子在一起嘛，你推一下、磕个包、撞一下，这不是正常的吗？学校有学校的规章制度啊，我们总得去。哎，你班主任你就处理完了，你尊重一下别人的意见嘛。好，好，我可以去，我无所谓。对，我跟他去讲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那我今天去找人家聊了，聊完以后，班主任以后给孩子穿小鞋，你愿意吗？那到时候呢，喂，大点事情。你来之前肯定也了解了这边的情况，从富裕县过来，肯定得受点委屈。你要醋吗？哦，谢谢。哎，好。上个星期，卫生局呢做了个总结，搞了个调查，说咱们这儿心脑血管的病人比较多，主要是因为这饭菜太咸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个规律啊？但凡口味比较重的地方，相对就比较穷；那些吃的比较清淡的地方呢，日子就好过很多。来之前听了光明不少版本吧？省市各厅局处都喜欢去九原县，没人愿意来我们这儿。光明县穷，排名靠后，还老张嘴跟人要。也有不靠谱的传言，说财政快拖不动了。就像踩了一辆独轮车，手里呢还扔着6、7个小球。本来工业就不强，前些时候还被省里查了典型，停产、整改、财政、税收，反正一个球都不能落到地上。拆迁越早能完成，经济就能越早转起来。烤火一盘棋，刚刚这才是拆迁，还有平坟，看着吧。后面麻烦呀，肯定是一个接着一个。前到现在，所有的明细，包括地税、国税，我们全都查过，不会有遗漏的。都在这儿了啊。对。行，你们别跟着了，我自己进去。有人吗？
其实啊，我姨娘头开始也不想搬，岁数大了怕折腾。我一跟她说，她就跟我摆手。后来我说，那咱们就先去看看。真到了安置房，她四周这么一看，再一上楼，说，真让我搬这么好的房子里来呀？这多干净啊，冬暖夏凉的，还省着我老太太烧炉子了。哎呀，我是盼着她能住得舒坦一点儿。二婶儿，您那个甲状腺结节怎么样了？就为了您这个事儿，我跟我同学说了好几次，人家可是专家啊。专家让我复查，我就复查。上一次是1.5，这次是1.6，还行。那长了0.1，没什么事儿啊。我同学说了，这甲状腺结节随便一查，10几个女的有3、4个都有，常见病。不过咱们平常都得心平气和点儿，别一遇到什么事儿咱就较劲，对不对呀？啊，小玲儿，那一着急跟自己的男人那么嚷嚷，是不是啊？那脾气，你骂老公你自己也上火呀，想开点儿，海阔天空。再说了，他也不容易呀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就回来跑你那个面包房给你帮忙。你不是还想再要一个吗？那，你这个你，哎，星期6啊，去我那儿。这期的妇联培训，你负责教教大家怎么做面包。你去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要不去的话，这个学费你得还给我。我来。大牛姐说了好几次了，人家要想跟你学，对吧？牛姐，星期67点半。牛姐啊，7点半。好的。面粉给我拿过来。哎，谢谢。来。那个，你妹夫是不是要放出来了？我管他什么时候呢？一辈子不回来才好呢。哎，你说他怎么不判个无期呢？家暴是可恨，但是呢，依情节也只能关他个7天，关他7天也够让他长记性的了。你回去告诉你妹妹，要是你妹夫再敢打他的话，让他过来直接找我，这事儿我管定了。打女人，我直接给他送派出所去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咱都差不多了。那我说2句啊。今儿呢，给大家叫过来2件事儿。第一呢，趁我姨娘这个房子没搬，咱们一起吃顿饺子。下次再吃的话，那就得上新楼了。第二呢，就是拆迁这事儿，现在7成都已经搬走了，剩下的有几户漫天要价的，还有10几户就是咱们了。什么情况？这个功在千秋啊，利国利民，和针对好人坏人没关系。现在对这个人的定义啊，好像跟原来不太一样了。说一个人好吧，就感觉好像他可以受委屈，可以被欺负，窝囊，这变成了个贬义词了啊。哎，书记，你说我们家男人就是窝囊，你说你们一来，什么话都不敢说，把我这个女人推到前头来。这个窝囊和诚实不是一回事儿。我希望大家都是好人啊。但是这个好人的标准啊，其实特别简单，就实事求是呗，是吧？反正你说的我都信。你们反映你们的赔偿有点偏低，和你们的事实严重不符，是吧？县里非常重视啊，连夜开了一个调度会，说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情，不但要解决好，而且还要快。你看看。我这天天跟这个工作组的人谈，这嗓子都哑了，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来。这县长书记一来就是不一样，特事特办嘛。今天我们争取画个句号啊。好，那就不啰嗦了，直接说事儿。你们上报的这个利润说是每年105到130不等，所以要求按照这个标准来赔偿，是不是？嗯。那我们就算一个平均数吧。120万怎么样？行。该赔多少钱，大家其实心里都清楚。要是想再看看、观望一下，那没关系。但是我得提个醒儿，千万别错过了选房子、选户型的好时机。安置楼跟大白菜一样，谁选的迟，谁吃菜帮子。别到最后了，你们又找我，又说后悔。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，拆迁这事儿，政府的力度大。决心也大，也尽全力的帮大家再安置好。我觉得，别拖了，
搬。二婶儿，这里面您岁数最大，说句话呗。美萍，你在这儿，我可啥都说了啊。您说，按着补偿标准，我们家不吃亏，可我们心里不平衡。房后头那家姓徐的，他们家草泥房跟我们家砖房是一样的，可为什么他们家的面积补偿比我们多？10个平米啊，够我们家3口人睡了都。那公告里不写得很清楚吗？咱们得适当的照顾一下贫弱群体。要不这样，这饺子好了，咱们俩端一盘去那户人家看看。6口人挤在一间20平米的小平房里面，还带了一个脑血栓的婆婆。二婶儿，您说，您要是拆迁办的主任，您给不给？都没意见啦？准备下饺子。这个是税务局截止到今天的最新数据，你们家5年内的纳税记录。说句实话啊，很多数字对不上。当然，我不相信你们是恶意的偷税漏税，但是这个漏税啊，是要补交的。那补交的话，就按照刚才说的120万。当然还有滞纳金啊。这个补交税款有个截止日期，如果超出的话，也是个麻烦事。那，好好看看，仔细看看，看看跟我刚才说的有没有出入。有什么就直说吧。那个，嗨，艾书记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哈，不是我要撒谎，这个我们家老樊，你说他非让我这么说，你说我一个女同志，我这也不行，我得听他的，是不是？理解理解。我们没有那么多利润，肯定是不服气啊！你有时间你去翻一下镇里的各种报表，平均每一天就要1张。年度的那个防火工作报告，前后一共修改了10几遍啊！你最后因为一个什么？因为一个什么叫格式标准不对，这就要问责了。主任，你也是从基层干出来的，你说这种事情，你说哪个能服气呢？我现在不想讲这个什么处分的事情，我就想给我这个镇里的兄弟姐妹喊个冤。曹书记，今年是要搞这个省级示范镇的，你到最后，你看，整个这帮人除了感冒发烧，没有一个睡过整觉的，真的，举全镇之力四面开花，哎，搞得这真的很好，99%的工作做的都是没得话讲。最后呢，因为一个什么全县的这个重点工作落了后，把我们这个排名考核就给弄到全县倒数第4了，差1分就是倒数第3啊，哥哥，不能这样搞的。这个往里放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不能这样搞的。那你这个处分，你就绝对不能给这个分管副镇长，你要给我，要不然我工作没办法搞。你就给我，你给我没关系的。我反正习惯了，一把手是肯定要挨打的，你不要打的要害部位，你不打死就行了。好，主任，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。怎么中午？你来干什么？又是没带钥匙，我跟你讲，你每次都是你出门的时候，你摸一下钥匙、手机，这很难。哦，哎，他送来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晚上不回去了。你这高血压现在不好好治，那以后就是个脑血栓。行，你自己不怕，但别害得儿子和闺女以后还得伺候你。啊，我知道。你，哎，你送药你不送个水啊？你这担心了，我这几天没回家了。理解。哎，哇，谢。你怎么歇了？搬？书记，搬完了。哦，搬完了。哦，好，辛苦。那搬完了，今天就这样吧。那边什么情况？那几个大卡车啊，都超载了。你该处理。
好嘞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在了。尾抓完了，过来。哎，没有。熄火下车。好。挖了什么东西？你也抄点了，我打开看一眼。这是最近5年的数据。我想看一下近10年所有的经济数据，包括出问题的那些，都拿来吧。行，没问题。县长，主任，有几个上访的。